在社会结构中，底层人群往往面临一些难以回避的困境。以下是关于底层人群的5点观察，或许刺痛人心，却值得深思。1. 在亲密关系中资源匮乏。对于经济条件有限的男性来说，建立稳定的婚姻关系往往是一道高墙。他们既缺乏吸引异性的资本，又无法通过金钱快速解决问题，因为一些途径在法律上被明令禁止。然而，对于那些拥有财富的人来说，规则似乎有所不同。他们可以通过长期的经济支持换取伴侣关系，而这种行为往往被社会默许，甚至披上体面的外衣。回溯历史，这种现象并非新鲜事。古代社会中，道德约束往往只针对普通人，比如所谓的淫乱畏恶之类的话，通常是用来约束底层民众的。而在上层社会，皇帝可以拥有后宫佳丽无数，富商地主可以3妻4妾，这些行为不仅不被视为恶，反而被冠以大家风范的美名。归根结底，资源的多少决定了规则的适用对象。2. 缺乏家庭背景的支持。人们常说选择比努力重要，这句话听起来很有道理，但做出明智选择的能力从何而来？答案无外乎2个来源，一是家庭的传承，2是个人在生活中的摸爬滚打。前者是大多数成功者的起点，后者则是少数人的逆袭之路。如果父母本身具备出色的眼光和能力，他们的孩子往往从小就能耳濡目染，学会如何看待世界，理解财富，洞察人性。这些孩子在面对人生抉择时，天然比普通家庭的孩子更有洞见，也更懂得如何规划未来。反过来，如果父母没有为孩子铺好路，底层家庭的后代只能依靠自己，在一次次失败和尝试中积累经验。这种试错的过程漫长且充满风险，而成功的几率往往不高。传统学校教育在这一方面几乎无济于事，它能传授知识和技能，却无法教人如何培养深刻的智慧和果断的判断力。这些品质更多是生活和家庭环境的产物，而非课堂上的教科书所能赋予。3. 缺乏试错资本导致目光短浅。试错成本的高低直接影响一个人的视野和决策方式。举个简单的例子，一件价值不菲的商品摆在面前，比如一个标价上万的物品，底层人群的第一反应往往是转身离开，因为他们负担不起失败的后果。而经济条件优越的人则会停下来思考，这个东西的价值是什么？购买它会带来哪些长远的好处？这里讨论的不仅是具体的商品，而是生活中那些需要投入和冒险的机会。底层人群往往因为资源有限而选择保守，他们害怕失败，因为一次失误可能让他们一无所有。这种心态让他们倾向于追求眼前的安全，而不是放手一搏去抓住更大的可能性。然而，讽刺的是，越是身处底层，越需要透过大胆尝试来改变现状。如果一味求稳，贫穷可能会成为终身的标签。而对于富人来说，只要不犯大错，他们的财富和地位就能代代延续。这种差异的核心在于试错的资本。富人有余地去冒险，即使失败也能东山再起，而底层人群一旦失手，可能连翻身的机会都没有。这种现实迫使他们在面对机会时变得短视，错失改变命运的可能。4. 倾向于情感依赖而非利益驱动。在底层人群的观念中，感情和人情往往被赋予极高的价值。他们相信通过真诚的交往和付出，可以换来长久的回报。然而，现实往往残酷，过度依赖情感路线，不仅可能一无所获，还会让自己陷入更深的困境，最终既丢了时间，又没得到实际利益。相比之下，那些拥有资源的人更注重效率和结果。他们清楚，任何关系的建立，如果不能为双方带来实际价值，就没有继续下去的必要。与其浪费时间在寒暄和客套上，不如直奔主题，用利益说话。
这种直截了当的态度，往往让富人显得冷漠而务实，而底层人群则因为情感投入显得热情却低效。归根结底，世界的运转离不开利益的驱动。金钱和资源可以直接表达需求，无需拐弯抹角。而感情虽然美好，却往往无法填补资源匮乏的空缺。这种认知的差异，决定了两众人群在社交和处事上的截然不同。5. 吃苦能力未必强。有一种常见的看法认为，底层人群出身艰难，因此更懂得吃苦。然而，这种观点可能存在误解。真正的吃苦，并不是简单的忍受贫困或体力上的劳累，而是指为了一个目标，长期保持专注的能力，以及在追求过程中放弃娱乐、社交甚至正常生活的决心，同时承受随之而来的孤独和外界的不理解。从这个角度看，许多白手起家的成功人士其实比底层人群更懂得吃苦。他们在资源匮乏时咬牙坚持，通过无数次的努力和牺牲，最终打破命运的桎梏。即使在成功之后，他们依然保持勤奋，忍受孤独，追求更高的目标。这种坚持和自律才是吃苦的真正体现。相比之下，底层人群虽然生活艰苦，但他们的吃苦往往是被动的，是环境强加的结果，而非主动的选择。他们可能习惯于眼前的挣扎，却缺乏为长远目标牺牲当下的魄力。这种差异并非天生，而是由资源、眼界和习惯共同决定的。今天先分享到这里，如果对你有帮助，欢迎按赞订阅智慧补丁，超越自我，完善人生。